囤積4000億現金和石油，李嘉誠和巴菲特在等什麼？你在上面看到的是2025年幾千名股東集體起立鼓掌，歡送巴菲特退休時的一幕，場面溫馨而感人。但是在這之前，投資人問了巴菲特一個尖銳的問題：他為什麼要花近100億美元收購一家石油公司旗下的化工企業奧西化工？寶貴的資金難道不應該去投資 AI、算力、芯片這種朝陽產業嗎？巴菲特意味深長地表示，當危機來臨前，預測危機並不重要，建造方舟才重要。能源投資就是我們穿越危機的方舟。這筆令人稍感意外的投資被外界稱為巴菲特的最後一舞。隨着这位縱橫美國股市70年、年逾90的傳奇老者正式宣布退休，不再干預伯克希尔投資，无独有偶，大洋另一头的香港，李嘉誠家族也在悄悄加碼能源投資。自2021年起，李嘉誠開始不斷地增持加拿大第3石油公司希諾沃斯的股份，以27%的股份成為該公司最大的單一股東。近期，其子李澤鉅在業績發布會上高調表示，長河系已手握日均100萬桶的石油產量，這個數量與委內瑞拉整個國家的產量差不多。之前還有很多人看不懂巴菲特與李嘉誠為什麼要投資石油這種夕陽產業，如今都懂了。當委內瑞拉的油船停靠在美國的港口，霍爾木茲的戰火阻礙了全球石油運輸，油價高漲，美國的石化工廠正忙得熱火朝天，源源不斷的將精煉後的成品油及衍生品輸送到全球，單此一項預計將為美國帶來2000億到3000億美元的外匯收入。巴菲特與李嘉誠兩位90多歲的老人又賺翻了。值得留意的是，近2年兩人都在不約而同的清倉，僅在今年上半年，李嘉誠就拋售了3個英國項目，累計套現逾2100億港元，再加上長河系與長實系賬上躺着的1850億現金，李嘉誠手握的現金總量超4000億港元。原以為這些錢從英國回來後會流入內地香港，結果除了在廣州、香港花費不過45億，各拿了一塊地外，李嘉誠就按兵不動了。在4月召開的一場臨時股東會上，一位長河系的高管坦言，現在公司的策略就是現金為王。巴菲特清倉更早，公開數據顯示，伯克希爾已經連續14個季度賣得多買得少了，比亞迪、蘋果等巴菲特持倉超10年的績優股也紛紛被擺上貨架。2024年，巴菲特累計拋售了6億股蘋果股票，持倉規模縮水了近2/3。可2025年，蘋果股價仍不斷上漲。CNBC 問巴菲特是否後悔，巴菲特雖罕見的承認自己賣早了，但不後悔。他明確的表示，當前市場不確定因素太多，伯克希爾不會再大量回購蘋果的股票。截止到4月底，巴菲特手握逾4000億美元的現金，兩個人囤那麼多現金幹什麼？或許李嘉誠礙於身份不敢多說什麼，但是巴菲特說得很清楚，他在等抄底。他說，現在的市場賭性空前高漲，早已偏離理性投資。他舉了一個例子，一日期權，這是一種買入當天就會到期並進行結算的期權合約。很多交易者會購買一日期權，去押注某天發布的財報或者宏觀的數據，賭當天會大漲或大跌。問題是，這種期權距離結算僅幾個小時，導致期權的時間價值幾乎為零。除了賭博或者有內幕消息外，巴菲特找不到任何投資的理由。巴菲特總結到，自己的一生稱得上黃金投資節點的時機不超過5次，其中3次股市跌幅超過50%，這才是大機會。現在這種情況不值得他大量投資。主持人問他，那現在是不是在等第6次？換言之，市場即將出現重大危機。巴菲特故弄玄虛道，人人都看得見的危機往往不會發生，真正的危機總發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另一位投資界的大牛瑞達里歐最近也頻頻談及現在美國市场情況，很像1930年大危機前的狀況，有些指標甚至更糟。2019年，李嘉誠也曾提醒普通的投資人，未來會變得很不確定，大家都要小心一點。當市場中的新錢都在搶投 AI、新能源、機器人等科技產業時，李嘉誠與巴菲特這類老千正在用現金和石油投資構築起自己的防波堤。至於何時才是最佳出手時機，巴菲特的回答是，當你打不通身邊那些自稱股神的人的電話時，就該出手了。